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从王一博到李云瑞，户外品牌代言来到流量时代，户外早已不只是极限的代名词，在当代年轻人眼里，户外是一种状态，一种被社交平台定义的风格潮流。于是品牌也变了。当王一博以 Helly Hansen 全球代言人的身份驶入挪威海域 ，The North Face 在代言人名单中加入李云瑞，越来越多明星开始走进户外，而越来越多户外品牌则走进了流量的围场里。专业户外的边界正在被王一博们一点点推开。签约王一博 ，Helly Hansen 如何讲述航海故事？前不久，Helly Hansen 官宣王一博成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并发布了一支实地拍摄的广告片。王一博身穿 HH 高端航海装备，登上帆船，驶入北欧峡湾海域。在一片极简冷峻的镜头语言中，品牌的历史身份与代言人的气质完成了一次高度统一的呈现。这是 Helly Hansen 进入中国市场后首次启用全球级别的代言人，也是品牌在专业向大众传播策略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合作并没有停留在明星穿冲锋衣去户外的前层模板上，而是精心完成了一次人物与品牌之间内核感的共鸣。在品牌层面， Trash Goon 此前讲述过 HH 的故事，起家于1877年的挪威，是全球航海与极地探索领域的代表性品牌，其技术感、历史感在专业领域的消费者心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品牌认可度。而在代言人层面，王一博本身是少有的有运动内容支撑的艺人，他在探索心境等多个节目中展示过攀岩、滑板、越野、摩托等技能，对速度与极限的兴趣有清晰的积累。这意味着他对户外有着基础的亲和力，不仅能穿，还真的会用。内容呈现上，这次广告片选在挪威的山海之间实拍，而非棚内硬广，画面风格延续北欧克制美学，突出探索感与孤独感，也呼应了当下都市年轻人对避世、旷野与自由的向往。这几重叠加之下，Helly Hansen 与王一博的合作远不止于吸引粉丝，而更像是一种双向选择后的品牌感知重塑，既用流量打开关注，也用内容稳住专业与高端感。在冲锋衣成为城市通勤装，速吸鞋成为城市时尚单品的当下，户外品牌需要的不只是流量，而是如何在追逐流量的过程中不丢掉自己是谁。户外品牌的人格化时代， Helly Hansen 与王一博的合作并不是孤立。过去一年，户外品牌们正在有意识地调整代言逻辑，试图通过具有审美感召力和社交影响力的面孔，向更广泛的大众表达自身的情绪价值。The North Face 选择演员李云瑞作为代言人，其体育生出身的身体背景和文艺片演员的气质调性构成了一种硬朗而克制的形象张力。他在银幕和时尚内容中对先锋风格的精准驾驭，让 TNF 呈现出一种更为前沿但不失内敛的当代审美。哥伦比亚 Colombia 则对于山张力有着更诗意的表达，从蒋奇明到张静怡，其代言人都带有一种介于日常与自然之间的野生质感。他们拍摄的广告片普遍采用大特写与慢节奏剪辑，强化与山林对话、与自然共处的沉浸感，构建出一种更具东方气质的户外叙事语言。本土品牌也不甘落后，骆驼去年官宣王俊凯为全球品牌代言人，配合其高端产品线发布，尝试摆脱低价大众的刻板印象。旗下品牌熊猫则启用田曦薇为代言人，主打轻户外加生活方式的穿搭美学。在家庭消费端，骆驼也签下田亮和叶一茜夫妇作为露营品牌大使，
强化亲子场景和家庭户外消费的情感连接。在这波找人的营销浪潮背后，品牌的焦虑与转向是清晰的：如何在不牺牲专业性的前提下进入更大的流量池？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过去10年，户外行业在中国市场经历了3轮认知跃迁。从最初的卖专业、靠功能、面料、参数打入垂类圈层，到户外生活方式崛起后，以山系穿搭、露营文化为突破口，进入中产与精致青年圈层。在社交媒体内容主导的今天，户外品牌的营销已经进入到了第3阶段 ，Trash Goon 暂且命名为审美人格化。品牌意识到，真正能触达用户情绪的是一种有人格、有美感、有故事的品牌表达方式。于是，一个契合品牌气质的具象个体，成为品牌在视觉、传播与用户共鸣层面最有效的锚点。这不仅是一种传播路径的进化，也是一种注意力经济语境下的品牌再造。更进一步说，这是户外品牌在面对短视频化、社交化内容趋势下所做出的主动改变。尤其在传播入口高度拥挤的今天，一件性能出众的硬壳外套远不如谁穿了这件外套更容易留下记忆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2年一批相对高冷的户外品牌开始主动接近娱乐工业、内容平台与潮流生态。不是他们放弃了专业，而是意识到专业必须被翻译才能触达大众。但问题也由此而来，流量可以带来关注，却无法自动带来信任。专业户外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仍在于技术研发、极限验证和长线用户口碑。品牌能否真正立住，靠的不是明星代言，而是产品是否真能应对复杂地形与气候条件。当越来越多的户外品牌投身明星营销战局，谁更红谁更潮也正在压缩谁更懂户外的叙述空间。一方面，消费者可能逐渐误读品牌定位，将专业户外品牌误认为是高价时尚。当产品不能匹配视觉期待时，反而造成反噬。另一方面，内容生产者也可能逐渐失去讲述真实户外经验的意愿，转而投向更快、更浅、更社交友好的审美语法，造成品牌形象的同质化、表面化。某种程度上，这种隐患已有所显现，一部分户外品牌开始模仿时尚行业的投放节奏、TVC 风格与节日节点策略，却忘记了他们的根基是性能，而非人设加话术。更值得注意的是，流量的不确定性也是户外品牌不可忽视的风险。代言人争议、粉圈对立、翻车事件频发，都可能让品牌陷入非预期的危机。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流量对于当下的户外品牌来说是不得不借的东风。回到 Helly Hansen 与王一博合作，广告片中出现了大量对航海知识的具象表达，尤其是对风本身的礼节与敬畏。这一隐喻也为整个行业提供了启示。流量是风，品牌要有帆，也要有方向。